雪人啊，是传说中常年住在雪山、昼伏夜出的神秘生物。一旦下山，就是去觅食了。附近的村落或者城镇的居民，夜里如果听到敲窗户的声音，会看见雪人变化的远归的家人或者朋友，甚至是宠物。害怕就抱紧我吧。你怎么这么幼稚？接着说。如果有人忍不住打开窗户，雪人就会吃掉他的身体，把他的头摆在窗台上，就像这样。这才是你的目的吧？故事也是你编的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还用怀疑？我当然是故意的。喂，你有完没完？有什么关系？看来加兰大人还是不太了解我，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交流。我怎么招惹上了这个变态？一个两个的都不让我审析，怎么就找不到背后印记的记载呢？副队背后的到底是？还让我保密，现在看到谁都心虚。尤娜，队长。我们上次来的不是这里，那里并不是真正的住址，只是随便应付你们用的。应付？这倒是他的一贯作风。吃吧。牛奶、樱桃酒、雪山垂钓和白色驯鹿呢？你的伤还没好，哪来的樱桃酒、雪山垂钓、白色驯鹿？我竟然让人给骗了！走，我带你去泡温泉，等天气暖些了再去看驯鹿。又不是立刻要回去，因为你受伤，所以只能来室内了。伤口不要碰水。又不是小孩子。其实很好哄嘛，立刻就开心起来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事情还没解决，我放不下心来。看看现在，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，你每天怎么操心这么多？托你的福，我的伤还要好的再慢一点。其实，卢克和我说过一些你的事。卢克，那家伙怎么什么都和你说啊？这不是重点。这么大的水池，你就非要凑这么近吗？阿斯莫德的力量如此强大，得到它就可以完成无数不可能完成的事。这份诱惑，几乎没有人会拒绝。虽然你没有直说过，但你想要心脏的理由，我多少都能猜到一些。应该不只是为了盖布里埃尔吧？你这个表情，我又不是来这儿审问你的。审问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好像也不错。你就非要在这个时候耍嘴皮子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当时没有问你，你如果放弃心脏，就没办法用心脏做你想做的事了。那也是我的事。可是你要做的，肯定不是嘴皮子碰碰的小事。你这样，算了。你生气了？你那里，放开我！跑什么？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真什么？你什么事都不肯告诉我？无论是什么代价，你都是值得的。什么？说这种话？跑什么？感觉不是很好吗？放开我！我要出去！这么有感觉吗？你的皮肤都变成粉红色了。才没有！结果什么都没有问出来，还……星星，这是白天，哪来的星星？嘉兰，嘉兰！哎呀，乱来呀！应该不久就能醒了，伤还没好，怎么能去温泉玩呢？他的身体还是太弱，最近总觉得也没什么精神。毕竟是被寄生，有您给的项链，现在能这样已经算很好的状况了。哎呀，这次的行动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，受伤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如果你是来这里说风凉话的，就滚回你自己的影子去。你把我都连累了，我该怎么和阿塞内修斯大人交代？都是因为你的错误情报，目标不光身边的人有个大麻烦。怪我？被阿斯莫德附身的人，印记和气味不在一个阶段。当时我撕开他的衣服，印象最深刻的是雪白的皮肤和宝蓝色的项链。
现在想来，一定是他克制住了目标的气味。说的这么好听，你下一步有什么高见吗？我需要吸收力量，就拿黑羽那些孩子练练手吧。救命！不要过来！这是第几次了？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这么着急见到我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浑身都在抖。我做了噩梦，带我出去走走吧。你到底是梦到了什么？无聊的梦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已经不止一次了吧？从你那次受伤醒来之后，夜里你总是睡不踏实，有什么事都不和我说。你看上次没有听我的，肩膀上的伤到现在都没好。你又开始翻旧账，你不是也这样吗？白天还和我说那是我的事。我们情况不一样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等等，我们这是走到哪里去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不认识路？看看你急成什么样了。回不去，我当然着急了。放心吧，他们能引路。你的另一只鹿跑了。转身的功夫就不见了，大晚上的不会跑出去了吧？这是追到什么地方来了？远处的光，一个城镇吗？雪山脚还有这么大的城镇啊？我们大概是到了斯诺斯，这里是卡尔纳斯雪山更北边的边境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要不找个旅店歇歇脚。好。你们不是这个镇上的人吧？你们要先去1111号找镇长，我们需要他的证明才能办理入住。外乡人要住宿，都需要镇长批示啊。毕竟是卢米埃斯够不着的地方，外来人又不多，一个小小的城镇就和小小的国家一样，镇长的话可能比国王的还管用。现在只是晚餐前夕，可街道上都没有行人。管他呢，我们只投宿1晚而已。看来这里不欢迎外乡人。这样果一起怎么走路？这么晚了，外面还有人敲门。你去开门吧，莱西。没人。请问这里是镇长的住所吗？我们过来是想让镇长办理在这里暂住1晚的证件。哦，不会说话。好大的房子，里面还有院子。您好，我们是来办。是黑羽的贵客。我们是迷路的旅人，是来投宿的。这人张嘴就来的技能越来越熟练了，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？因为你们的衣着华丽，加上前段时间我给黑羽写的求助信，还以为这么快就派人来了。2位是从哪里过来的呢？卢米埃斯。那么远啊。他写的名字厄尔利，难道是当时看到的那个？厄尔利的求助来自卡尔纳斯雪山，食人雪人。